我们被关小黑屋。你入境日本和我们台湾人是不是走一样的通道呢？中国大陆配偶身份一样是需要填，而且也能够填。好，这个要提醒大家注意，记得一定要点赞哦，分享给你的朋友，点赞点赞点赞。再看，人没了，好像完了。I could be red, or I could be yellow, be blue, or I could be purple, be green or pink or black or white. I could be every color you like. 又要来了，还有爸爸和妈妈。耶！你知道我们这个牛奶才花了60台币，真的比水还真的有人留言说比水便宜，是真的比水便宜。没到那么夸张，但的确挺便宜的，挺超乎我意外的。100%的那个生牛乳，要不要加热？啊，活过来了。哎呀，这妈妈也看不懂啊，这都是啥呀？你拿吧，这个是栗子的，这个好吃。哇，赶上妈妈小时候吃的火腿肠了。妈妈小时候吃火腿肠就是这么大，这么粗一根。你想要吗？是算便宜吗？这个便宜，这个230、46，哦，这个便宜耶！哦，这个合台币好像才60块钱呢。那我们就买这个吧，好吗，朋友们？哦，我已经感受到你们点头了。这个是悠悠来到日本之后最喜欢喝的一个，里面果肉多达20%。This one, 2, and this. 那我们今天呢，依然是日本的便利店早餐啊，边吃饭边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有网友留言说，能够请问一下你们，就是像薇薇现在这样的大陆配偶的身份来日本和台湾的办流程是不是很不一样？包括入境日本之后通道都不一样呢？那这一集呢，就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啊，顺便有需要办理的朋友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买了一个栗子饼，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感觉应该是就是那种栗子派，在那个麦当劳不是有那个苹果派吗？凤梨派吗？这是栗子派，是吧？真的是满满的栗子味。哇！它是栗子加上一些糖，它就会有点甜甜的，但是它的口感还是那种糯糯沙沙的。我们这次来最喜欢的便利店的小菜，比那个沙拉还要爱，只要看到了我就会买。就蘸酱菜，真的很好吃，它的酱很好吃，大家来的话一定要买这个。它是268块钱日元啊！你看它的设置就是上面是这个酱，然后这样就直接可以蘸着吃，这个好吃，这设计的很可爱。里面有白萝卜，他们的白萝卜真的很好吃，一点都不辣。感受到了小白兔的快乐。先从我们办理日本签证说起吧。对，这的确让我特别意外。我33岁，迟来的日本旅行。其实我们俩有考虑说恋爱的时候来日本游玩的，然后优爸就说你去办签证吧，办完签证咱们俩去日本玩一趟。我之前的经验，优爸和我出去玩，我们去泰国、去马来西亚，我都是在那个淘宝上，办理的签证，然后你就把护照寄给他，大概过个7天的样子吧，就再邮寄给你，就办好了，可省事儿了呢。但是当时办日本签证的时候，他就问了我很多的问题，和东南亚国家不一样的问题。户口是哪里的？我就说我是东北的。那东北也有分那个不一样，对，比如说辽宁
的大连和沈阳好像签证就比较容易办下来。去来日本的话，日韩这2个地方。然后当我说出了我的护照地的时候，他就说：“那你有3险1金吗？劳保和健保，国民年金，其实我现在都不太懂，什么3险1金或者是5险1金，反正我不懂，因为我当时是算是无业游民吧。其实我们也可以自费办理，对，我们家亲戚有自费的去缴这个，我也当时没有缴，我就说没有，他说那你有正式工作吗？我说什么叫正式工作呢？就比如说是像国企啊，或者是公司给你开工作证明啊，我说我都不是，很惨。他说那你在你们家乡有没有房产啊？就是以自己的名义买的房，就是房屋的这个房产证，证明。我说我没有房子，那就是妥妥的3无人员啊，没车没房没存款还没工作，4无，所以他就说那也没办法，所以我当时就放弃了。但是好像，北京、上海那边大城市好像就比较容易一点，对。但我觉得他所谓的容易，就是还是需要一些条件的，对，去证明你有这个经济能力，我觉得这很重要啊。是。直到这一次呢，我俩都恋爱满10年了，1月1号，2023年1月1号是我们俩恋爱的10周年，一直没跟大家说，因为当时遇到了一点意外，所以我们就悄悄的过的。那现在呢，也给大家一个迟来的小小的喜讯，我知道你们会祝福我们的。那10年之后，我们终于真正的来到了日本这片土地，也是多亏了台湾的网友的这个留言，好几位网友说他们老婆也是像我这样的，然后他们就可以来日本玩，需要办理一些证明就好了。于是我们就试探着心打给了这个在台湾的这个日本办事处，他们就很贴心的、很详细的告诉我要准备哪些东西。特别有意思的是，南台湾、北台湾他们所分属的去办理的签证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南台湾是要到高雄办，北台湾是要到台北去办，挺有意思吧？我觉得这很好啊。对呀，我们上次办理那个泰国的，就只有台北才有，所以我们要坐很长一段火车到台北才能办理。是，高雄就真的很方便了。要准备的其实条件蛮宽松的，其中有一项就刚刚微微也说过，就是那个财力证明。那财力证明呢，其实当时他在大陆办的时候也有要求财力证明，比如说你有没有房子。台湾财力证明是存款。对的。那存款要求是什么？原则上你在日本准备待几天，你就以每天1万块去计算。台币。就比如说你要待10天，那就是准备10万块的存款。你可以开证明，也可以在存部的影印给他们看。我觉得这个就很方便，没有那么硬性要求，一定要去银行开一个什么存款证明之类的，就拿着，那叫啥？存折。对，存折。这也是台湾的一个文化了，我觉得。因为来台湾之前，我真的很少看到存折这种东西了，它是出现在我童年记忆的。但是有存折这次让我觉得对哈，拿存折给他一看就好了，就不需要再办什么证明了。很清晰的，你要先从网上回答他一些问题，然后他会告诉你啊，那你怎么去做？是啊，对，这我都不知道，这都是优爸帮我弄的。男人的爱总是这么的深沉。所以到最后其实要求的也不少，说实在的，到最后我们准备了这么厚的一叠的文件，不夸张。唯一最麻烦要事先办的就是出入境。出入境麻烦啥呀？出入境2分钟搞定还有一个证明，就是你要有户口簿。户
口名簿不，大家都户口名簿啊，那不是对，没有不就成黑户了吗？户籍成本，对所以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障碍的。我本来在这个地方生活，我就应该有这些东西的。对的然后我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的。对，我就觉得这是我还蛮容易做到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有，在大陆的话，我是3无人员嘛，那指定我是需要一个证明我自己的，我才能去日本。这个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对，在台湾呢，我也需要一个证明，我才能来到日本，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只是说两边的这个条件是，我个人觉得还蛮不一样的。但这边能够让我来到日本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担保人。然后那个担保人就是签一张担保书，其实也不复杂。刚刚讲那么一叠文件，可是我们提到的没有那么多呀，为什么那么厚呢？原来有一个最麻烦的是，它不只要来回机票，它还要你提供每一天住在哪一个饭店的订房记录单。但其实也没那么不随性啦，因为我还特别问了，用 email 去确认过。我们中间如果比如说突然，比如说最近遇到大风雪嘛，自然不可抗力，或者是我们临时想变更旅游计划，去别的地方可以吗？那跟住宿不一样啦。他文字记录确实回应我，没有问题的，可以的。但是在申请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确认每一天的住宿地址，要申请的时候他要看到。所以这个是跟泰国很不一样的地方。对啊，对啊。最不一样的是，我去泰国我不需要担保人。我中间出现了一个错误，就是办那个出入境证明，台湾的。然后呢，人家问我你是要办历年的还是要办半年或1年的？我之前办理泰国的时候，我是让工作人员帮我办理1年的出入境证明，结果这次也是1年，人家说不行，我这个日本需要你是历年的，所以我就重新办理了一份，就花了3分钟的时间吧，影印费花了也就几台币的样子就完了。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它是补件哦。就我们刚刚整理这一点里面有一个出入境证明，它是开错了。开错了。对。然后我以为，我印象中我在中国大陆办过很多证明，就是一张错你就要重新申请一次，但是人家居然没有要求这样子。他没有要求我再去一次，他说你办理资料之后拍照片，发到我这个工作的 email 就 OK 了，就 OK 了，就让我挺意外的。让我更意外的是什么？就跟你们说啊，泰国办事处人满为患，比市场还挤，很热闹。日本办事处我们第一次去办理的时候，没有1个人，只有我们3个人进去。我们当时以为我们去错了地方，没有什么客人，然后那个柜台小姐姐也没有在柜台，因为在那干嘛呢？办公室的那个桌子上在工作。然后我们叫号了，她听到了，她才坐来这儿，然后给我们办。我当时觉得特别诧异，为什么只有我们3个人？后来想想，对哦，优爸和悠悠不用办啊，我们直接入境就可以了。就等于说是免签吗？对啊，免签。然后最长可以停留90天。90天。免签最长可以停留90天，我的妈呀，完全不用办任何手续，还是有差别的，很大好吗？所以才导致1个人都没有。当时去，对，就大家不需要办理。我们去的时候先愣了一下，后来我突然就想起来了，对，台湾人不需要签证，所以当然不用来啊。签证出的很快，2个工作日之后，我的签证就出来了。2个工作日哦。OMG！ 我因为顺便要去换我的护照，快到期了，结果我的护照花了8天才到我手上。护照好像的确会慢一些。对，而且人也跟菜市场一样，超级多的，好难等哦。办理护照的大厅真的是很多人，他那个高雄的大厅很大，超级大，然后好多人呢，完全没有坐的地方，很多人都是站着在那的。很热闹，但是签证就是空无一人。然后我下一次去取的时候，就看到有几个日本的男人坐在那儿在聊天。对，他们可能是日本在台湾，所以要在这儿办一点事情。然后就是我，还是一样，这个鸡皮真好吃。就在便利店里面，是全家对不对？超级好吃的。罗森也会有这种炭烧的这种。
就有网友问，那微微，你入境日本和我们台湾人是不是走一样的通道呢？答案是也不是。啊？我们被关小黑屋。我们走一个窗口，优爸说你先去。他要是问你什么问题你听不懂的话，你可以问我，我来帮你解答。然后结果我就站到那儿，他就看了一下，之后呢，他就给我了一张卡，拿着，是否7日之内有来往过中国大陆地区 ？Yes No。然后我说哦，我7天之内没有去过，所以我就指了一下 No。然后他就让我摘口罩，核对了一下，说 OK， 然后我就走了。出去之后呢，我就站在路口等他们，就等了好久。我说不对吧？台湾网友不是说日本是台湾的后花园吗？出入后花园应该是一脚，哎，我进来了，哎，我出去了，哎，我进来，我出去了，应该是那种感觉。我就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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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看，人没了，我想完了。那我接下来日本我该怎么办？我就想到了好多种可能，你知道吗？我就开始慌了，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打那个电话，因为我们有网路嘛。我说你在哪儿？优爸说我们在办公室。啊？你为什么在办公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办公室。所以我很顺利的出来了，他们被带走了。我跟悠悠2个人。对，他和悠悠被带走了。然后在里面敲键盘。然后大概不到10分钟吧，他就弄好了，然后就给我们，又很客气的把我们带出去，就这样，所以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优爸换了新的护照，会不会是因为护照全新？但是号码是不一样的呀，护照号不一样。我之前问你，你不是说你们始终都是一样吗？我以为是一样的，现在发现是不一样。那你护照我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是提前订好的机票呀，当时优爸还没有换护照啊，优爸是另外一个护照号码，然后你还是机票可以用啊。对啊，所以就是优爸意外经历吧。对，没有待很久，也很客气，也没有什么特别刁难。然后我办好之后，他双手递给我之后，又带着我跟悠悠走工作人员通道，从旁边咻过去。这个肠真的很好吃，是吗？这个是起司鱼肠，满满的起司味，而且它超级粗的那种。这是不是悠悠在台湾很喜欢吃那个？悠悠在台湾的 family 很喜欢吃这个起司鱼肠，大家有小孩可以去试试啊，大概是55台币吧，也不贵，一小袋，它的粗细就是比小拇指还细的那种，小根，很可爱的那种小鱼肠。这个就是它的祖奶奶型号了，这个吃起来很爽。悠悠看到了，果然拿了。起司味很重，很浓。我们买这个一大包有5根，这么大，一共是大概台币就70多块钱吧。真便宜啊，70-80块钱台币，很好吃啊！它这个肉好嫩啊！我刚刚吃了这个鸡肉，也是炭烤的，它那个肉特别的嫩，特别的嫩，就是我们以前吃的鸡肉，它是会有很扎实的那种肉感，你知道吗？然后中间的层就是那种干干的鸡肉的那种，但它这个鸡肉完全就是水分的，没有任何一丝干，而且呢，就是你咬上去它就会弹牙，鸡肉会弹牙，真的是太变态。哇，这悠悠的，这是你的，我买的是可乐它的。有2种，我们鸡排也买了2包啊。我看到网友有留言说，这里的牛奶比水便宜，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吗？是真的吗？真的，不是真的。我们入境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速度也算是快的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事先上了他们一个官方网站，上面填了入境的单子，然后还有海关的申报单，直接就在网络上就填好了，所以他通关的时候只要扫一下他的 QR code 就过了。疫苗的小黄国际认证小黄书的网络认证 QR code，一个就是那个入境卡，以前我们不是都填手写的吗？然后呢，优爸给搞了一个网络的2维码的入境卡，还有一个就是海关的，提前弄好了，出关就比较快一点，不然的话会更慢。对，而日本的
入境真的是要求还挺仔细的，也不是说严苛吧，就是挺仔细的，要核对。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是疫情的影响，对，所以大家入境日本的时候呢，也是要提前做好准备，避免在机场耽搁太久的时间。对，疫苗的部分要提前至少5个小时要填好。然后它虽然是中国大陆配偶身份，一样是需要填，而且也能够填。啊，这个要提醒大家注意，很重要哦。机场有很多工作人员，其实是我觉得好像是中国人在日本那边工作，专门他们需要这样的工作人员，你就可以和他们去沟通，中文是可以完全对接的，对，所以也不用慌。是的，就万一真的你忘记了，其实也不用慌啦。对，他们会操作你该怎么去做。对的，好吧，那以上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我们的办理签证，包括出境、入境发生的一些小趣事。那么如果你也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们这个只作为一个参考，现阶段包括我们现在的情况的参考，大家呢还是要就是打电话咨询，包括自己上那个官方网站去查阅资料。对，希望大家呢日本之行也都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的，欢欢乐乐的。好吧，那我们的日本之行还在继续，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拜拜。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日本之旅，初次日本之旅。记得一定要点赞哦，分享给你的朋友，点赞点赞点赞。这个应该是悠悠说比较可爱，你说怎么有点油腻？在悠悠来了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点击加入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可以选择悠游粉、优爱粉或是优福粉。选择好之后呢，点击蓝色加入键，这时候就会出现付款页面，填写信用卡的安全码，打勾套用至所有装置上，点击右下角结账，完成。这时候出现页面，欢迎你加入悠悠来了频道会员，直播室等你哦。我是优妈，我是悠悠，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记得下方留言哦。对。